大家好，我是啾啾，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还有啾啾新频道啾啾健康咖的双频道同步直播。大家好，先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还没有订阅啾啾健康咖的朋友们，赶快帮我们订阅一下。好，那最近呢，其实新闻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在家里，因为其实网购嘛，这几年还蛮流行的，而且很方便。那网购的纸箱呢，就是我们会收到纸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收起来放在家里啊。结果没想到，连蟑螂的卵一起搬进这个家里了，然后一次呢孵出好几十只，整个家都被攻陷了。还有人半夜睡觉被蚊子叮到满身是包，甚至传出登革热的疫情跟着升温啊！我想应该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曾经被蟑螂跟蚊子攻击过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呢，大家在比如说厨房啊或浴室看到一只大蟑螂，你的第一个动作会是赶快拿拖鞋拍下去，还是说吓到尖叫逃跑？留言告诉我你们直接的反应。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何打造防虫的一个跟应该说没有这些虫的一个空间，然后让蟑螂呢也不敢靠近，蚊子呢也通通绕道而行，蚂蚁甚至都不敢乱爬，我们家里瞬间变得清爽又安心。如果你想知道这些方法，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今天呢，直接赶快欢迎今天直播间的2位大咖嘉宾。首先是富谦中医院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然后第2位是我们的可爱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欢迎李医师还有安琪老师，欢迎2位。嗨 ，Hello， 大家好2位老师好。我们刚是各位好。所以我们刚才在那个开就是直播之前，其实我问了一下2位老师，说最近台湾蟑螂是不是比较多啊？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好像一直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有个重点就是，其实杀蟑螂真的是清除蟑螂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考2位专家了。我想呢，蟑螂不论是我还问说是不是大只还小只，其实我想是很多人的噩梦。我记得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印象好了。我从小我们家的蟑螂真的是会飞，这么大只飞到我头上那种梦魇，我想可能大家都小时候都有过。然后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蟑螂在厨房啊，或家里的一些洗手间也有。为了做这一期节目，其实我来看一下一些影片，还有那种在那个洗手间的那个琉璃台底下，然后就跑进去，然后哇，这个很可怕。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东西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怕。我先请教，家事那个安琪老师呢？安琪老师好像下线，我们先请教李医生好了。因为李医生其实说实在的，杀蟑螂这件事情啊，可能大家都会说，我们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看到蟑螂不能拿拖鞋打嘛？那如果蟑螂这个爆掉了，有可能就是蟑螂会爆掉，它有可能会就是出现在一些细菌啊。那李医生你会怎么做？先问一下你。其实因为我小时候住在那个市场旁边啊，所以那个市场旁边其实蟑螂真的很多，而且小时候都是那种大只的蟑螂，那不像现在就是那种小蟑螂这样子。所以我已经练就，从小时候就看到蟑螂就把它打下去了，不然我觉得它与其飞到身上，还不如赶快把它打死。对啊。但是其实后来发现这样子是不好的，因为那个里面如果假设它已经怀孕要产卵的时候，你说不定它的那个卵就是会跑出来更多，就是可以孕育更多蟑螂，那子反而更危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细菌的病菌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我在家里遇到蟑螂要去打它的话，我可能就会打完之后马上就是把它消毒干净，然后把那个尸体清洁干净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个步骤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假设，因为蟑螂怕拖鞋，我想从小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然后你打下去，你包括拖鞋都要非常的认真的把它清洗干净，因为它真的是会有一些细菌啊，因为蟑螂我们不喜欢它，就是因为它会携带很多的细菌病毒，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清洁。那我其实也是很难接受，就是蟑螂，但是它虽然会有，但尤其是比如说爬到我们的房间，或在我们的书房里面，或者其实在厨房，真的是让人真的还蛮崩溃的。所以李医生，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因为你本身是精油专家，然后你也是精油认证师，所以可不可以请教你，因为精油是大家比较普遍可以去接受的齁，那有些精油可以就是赶走蟑螂，让这个蟑螂不会进到我们想安心休息的地方，到底怎么做呢？医生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好啊，其实蟑螂它有特殊的那种嗅觉，然后它其实非常喜欢那种辛香料的食物，所以为什么那个在厨房啊会常常遇到这些蟑螂的问题，就是譬如说会有一些像大蒜啊、老姜、九层塔。网络上其实我有看到有人做这个实验，做的蛮有趣的。然后就是像洋葱、大蒜、老姜跟九层塔，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吸引蟑螂的。那另外呢，但是他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譬如说你高浓度的大蒜、老姜跟九层塔反而可以驱除蟑螂，但是高浓度的洋葱反而会吸引蟑螂。那另外就是蟑螂其实它也喜欢酒精的气味，只是说你如果用酒精去吸引它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酒精昏迷中毒，然后就死掉。另外我还有看到那个有一些老师啊，他就是说在家里放一个啤酒，对，然后让他就是喜欢那个酒精味道，然后他就是跑进去嘛，然后结果因为那个蟑螂它主要都是那个腹部的气孔在呼吸，所以它进去之后那个水淹进去，它就没办法呼吸，它就死掉，这也是有帮助。那另外我们要提到就是驱除蟑螂的精油，像其实我家现在蟑螂其实比较少，因为我在家里放了一堆精油的产品，然后我发现就算是纸箱里面堆了精油产品，那一间其实也没什么蟑螂这样子，对，然后能够驱除蟑螂精油，譬如说这些柠檬尤加利呀、蓝椒尤加利、澳洲尤加利，这些比较有柠檬泉味道，或是说比较清凉的气味的，或是说像胡椒薄荷、绿薄荷，这也都是比较清凉。另外就是肉桂、丁香，这个都是也是气味比较重。那其实真正薰衣草它本身就有效果，只是它比较温和一点。那印度苦楝树它其实是比较就是印度蛮有名的防虫啊的一个植物。那另外就是块木或是柠檬香茅也是有帮助。那块木其实你如果家里放个那个块木的家具啊，其实也有达到那个驱除蟑螂的效果。所以这些是可以驱除蟑螂。那有没有是比如说我们有些蟑螂是比较喜欢的味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呢？蟑螂其实蛮喜欢樟脑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在就是我们常老人家就会在那个衣柜里面放樟脑丸什么，其实他蛮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放那个樟脑在家里会比较好。原来是这样。那这个要注意了，家里因为樟脑丸通常是防虫嘛，因为不只是蟑螂，可能还有其他的虫之类，但是要注意。蟑螂喜欢樟脑，所以如果你家有樟脑的话，可能要注意有没有蟑螂会爬出来，好像在绕口令。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李医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您提到有一些蟑螂不喜欢的精油的味道，那有没有可以防蟑螂的一些，比如说喷雾啊，或者哪一些精油的配方，可以请您来帮助我们，教我们是怎么去调配它，然后怎么去使用它，可以防蟑螂？好啊，就是我们刚讲到的那些精油，我们可以挑选每一种气味的一些，然后把它混合起来。譬如说柠檬香茅10滴，那胡椒薄荷10滴，肉桂10滴。那这些因为它是精油，所以它是有水没办法混合在一起，因为精油是油溶性，它没办法溶于水，所以我们要加乳化剂让它混合。那才可以再加进去这个75%的酒精10ml，然后纯水20ml，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后，它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喷雾的形式。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喷在那个这样子，总共5%，把它喷在蟑螂常常出没的出入口的话，其实就可以喷下结界，然后比较防止蟑螂进来。
所以就是有一些就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配方去喷在他们要经常出入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蟑螂，它可能会从水管爬上来，或者是从那个洗手台爬，那是不是就是在我们没使用的时候，就把这些精油混合液放在那些地方，这样子会比较也是可以。OK，对，那另外有一个，我想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蟑螂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痛苦，除了蟑螂之外啦，但是我想蚊子也是居家让人很不舒服的，就是这些昆虫，因为它毕竟会造成很多的疾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问题。但比如说登革热，但是大家因为夏天。现在台湾还是挺热的，所以大家对蚊子咬包括今年也是有很多驱虫病大家也是很担心。所以呢，李医生您之前提过有一些精油防蚊的效果很好，所以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您哪一些精油可以防蚊呢？对，这些精油其实都有一些研究，然后比较可以防蚊，譬如说这个柠檬香茅跟山鸡椒，它这个含有柠檬醛跟香茅醇的成分。那另外就是玫瑰草跟玫瑰天竺葵，它是含有比较就是高含量的牻牛儿醇的香气。那另外就是胡椒薄荷，它也是比较属于比较清凉的那种气味，像是薄荷醇跟薄荷头。那还有就是真正薰衣草跟印度苦楝树。那这些呢，就是说你要看说你到底想要做成喷雾，还是要做成就是擦在身体上的乳液就是你的配方就会不太一样。那另外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说您说要放成乳液，或者是您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些精油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样使用？我们是单方还是复方，还是说我们放在您刚刚说我们可以放在那个乳液里面，这个具体怎么用？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先做一个那个防蚊的喷雾啦，就是像柠檬香茅就是3滴，那胡椒薄荷就是2滴，玫瑰天竺葵5滴，真正薰衣草8滴。那为什么要加真正薰衣草？其实真正薰衣草，我认为它的防蚊效果没有像玫瑰天竺葵或是柠檬香茅那么强。但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要把它做在，就是会接触到皮肤的部分，所以我就是选比较温和的真正薰衣草进去。那一样呢，就是它精油不溶于水嘛，所以加乳化剂1ml进去，然后让它油水混合之后，再加入75%的酒精10ml跟纯水20ml，把它混合在一起。那这些的防蚊喷雾，其实你就可以喷在衣物上、裤子上。那这些有味道的时候，不是说你直接把它就是滴入扩香仪使用，那就是可以，这些蚊子其实是比较讨厌这些气味的，所以它就可以达到这个防蚊的效果。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弄成就是精油，你想要直接擦在皮肤上的话，你就是把75%的酒精，你把它换成了植物油30ml，就是酒精跟纯水这些把它换成植物油30ml，或是直接放入无香乳液把它调和成3%。好，你做成滚珠瓶或是说乳液直接擦在你的手臂小腿上面这样子就也可以达到防蚊的效果。那另外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因为虽然说柠檬香茅它对那个防蚊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皮肤其实是比较敏感敏锐的，会比较有刺激那还有就是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最好是不要加柑橘类精油，像市售有一些防蚊液它都会加柑橘类精油，因为为了脚味，他会觉得说柠檬香茅很难闻，所以他就加柑橘类精油。但你如果擦了，因为柑橘类精油它含有呋喃香豆素，所以你如果擦了又去晒太阳，在户外的时候，你皮肤很容易变黑所以要特别要慎选这个防蚊液这样子。我想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太敢用或用错了，其实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可能还会就是让自己皮肤变黑，然后他会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精油变质？其实可能是使用不当。所以其实精油其实非常我觉得对人体，尤其是好的精油是对人体是非常 friendly 的，就是它是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你要正确的使用它，包括为什么其实李医生要告诉我们这些配方，因为这样的配方加在一起它才会起到
到一种互相补足，就是一些我们讲到 chemical effect 嘛，它就会起到这个化学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用，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想要用精油来防蚊虫，还是要用刚才其实李医生已经告诉我们配方的种类，不管你是要就是用喷雾的，或者是变成你的乳液，我觉得都可以。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在美国也很流行啦，就是有一些植物可以防蚊虫。那像比如说薄荷啊、迷迭香、香茅，包括艾草，那这个味道呢，好像就是它比较可以让蚊子不喜欢。包括在美国也有一种是叫做防蚊子的这种草，我其实不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它到底真的有用吗？所以请教一下李医师，这样是有用的吗？其实都蛮有效，因为他们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香草植物，然后它也是都有特殊的香气，然后蚊子其实嗅觉非常敏感，所以像薄荷啊、柠檬香茅、薰衣草、迷迭香、艾草或是天竺葵，就是也称为防蚊素这个效果就蛮好。那香蜂草、猫薄荷、七里香、胡椒木、罗勒、百里香、左手香跟鼠尾草，这些都效果都不错。那其实我家其实蚊子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庭院啊，有种那个薄荷，那薄荷其实很好种，而且它会，如果说你跟它其他香草植物种在一起，它还会侵犯它的其他香草的植物的领域。那你就是注意一下那个阳光就是充足，但是不要直晒，然后它的那个就是排水功能啊、土壤啊，就是营养够，然后适当的修剪的话，其实薄荷是非常好种。我其实种过其他的香草植物，我觉得非常难种，很容易就死掉了，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种薄荷在庭院，然后很容易防蚊效果蛮好的。那如果说是来李医师请继续。如果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有毛小孩，对，那毛小孩因为其实那个就是说很多植物啊，那个对猫狗啊都是不太适合的。那如果是尤其是猫，你如果家里有养猫的话，非常适合，因为就算是连薰衣草那种比较平常比较温和的薰衣草啊，它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像芳樟醇啊，或是乙酸芳樟醇这些啊，对于猫咪啊，它没办法处理这些化学物质，它缺乏这个镁，所以它也可能会造成它恶心跟呕吐。所以美国的爱护动物协会也就是把它列为说，如果家里有毛小孩，最好就是还是不要种薰衣草会比较好。那所以如果就是有养猫的话，就是这种猫薄荷也非常适合。是，我刚才好像看到安琪老师，他可能是因为讯号的问题哦，请麻烦请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安琪老师请上。安琪老师，嗨 ，hello， 好，刚才那个其实李医生告诉我们就是要怎么种，我其实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种一些像薄荷，因为我家其实也有种薄荷，我觉得那个薄荷的味道啊，在夏天就是散发出来，你会觉得你个人闻起来就会觉得很心旷神怡。那当然还可以防蚊虫，所以我觉得在家里种上你自己很喜欢的，刚才李医生有推荐这么多的不同的一些香药草，那大家不妨挑一个你喜欢的来种。那另外呢，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啦。就一般我们刚才李医生也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防蚊的或者是防蟑螂的一些有关于精油方面的一些可以怎么样做的配方嘛？那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比如说有的人体质好了，像李医生有很多人就说啊，你体质啊，你吃很多肉啊，然后你就会吸引蚊子来咬你啊，然后你去户外的话，可能这种。比如说哪些人的体质真的是比较会被蚊虫咬的，有没有这样？这是真的假的？我觉得是真的。像我以前没有读过这个研究论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跟我先生啊，每次出去都是他被咬，因为他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油腻的食物啊，然后肥肉啊、炸的啊这些，对，所以每次都是他被咬，我觉得我都还好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在2022年啊，有一篇期刊，就是在那个细胞 Cell 在这个期刊论文呢，有发现就是那个等一下导播好，就是说蚊子对人体啊，它的气味的偏好与皮肤分泌的羧酸呢，就是一个长链脂肪酸含量密切啦，所以其皮肤就是散发出的羧酸越多的话，蚊子就会越喜欢。
那这些呢比较有高吸引力的皮肤气味中啊，常见的酸酸就包括说15烷酸啊、17烷酸、19烷酸，其实都是就是比较常见的脂肪酸。所以其实你吃的越油腻、越难分解的那种脂肪啊，尤其是像红肉或是一些加工食品的那种油脂啊，那或是说凡是脂肪酸，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容易会造成这些就是容易吸引蚊子的那种体质这样子，这是真的是有医学论文证实的哦。像那但是我觉得这种体质啊，除了说你从饮食上面去改变以外，就是你其实可以就是像我跟我儿子啊，就是比较不会受到这个蚊子来那个叮咬，因为像我们平常就是有在擦那个薰衣草，还有薰衣草精油的乳液，所以其实你的身上呢，就是已经有这个气味在，你就算是在户外，其实不太需要再喷这些防蚊液啊，其实就可以达到防蚊的效果。像我们去年去那个希腊有一场就是去希腊旅行的时候，有一场在户外草地，然后当地的老师就邀请我们在那边吃晚餐，然后呢又跳舞这样子，他发现说整桌的人全部都一直在防蚊，一直在拍蚊子，然后结果就是防蚊一传来传去，结果我发现我跟我儿子都完全不需要擦那些防蚊液，因为我们身上本来就有擦那长期擦了，所以就可以防止那个蚊子来叮咬。对，所以我觉得皮肤的气味还是有差别。所以这样说起来哦，其实包括我们的饮食，就刚才李医生讲到，有些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就会比较招蚊子咬。然后还有平常的保养还蛮重要的，不是说好像零食赶快喷再多，有时候喷再多好像也没有用，它还是该咬还是会被咬。所以就说你要做一些保养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有在做保养，用一些精油，我觉得还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蛮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李医生？因为你刚才给我们一个就是比如说防虫的一些精油的一些配方嘛，那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变成防蚊液？涂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用精油的配方可以赶走蚊子，有没有？或者是说这些精油配方有没有更也是适合，比如说婴幼儿的？其实我觉得最好的2个精油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刺激其皮肤，就是真正薰衣草，它是最温和、最安全的。那你可以稍微加一点那个就是玫瑰天竺葵，但是婴幼儿的话，最好还是就是加真正薰衣草就好了。那其实你婴幼儿它的那个使用的精油浓度，你还是要小心啊。像1岁以前，你就是要小于 0.5%。那就是10ml 的基底油里面加1滴精油。那1到3岁的话就是1%，就是10ml 加2滴的精油。那3到12岁的话，就是可以调到2%，就是10ml 的基底油里面加4滴。那12岁以上的话，就是等同成人的剂量。另外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会去做那个试调去观察，就是有的像市面上会有一些像防胀气膏啊，或者是说止痒膏，它其实里面都会加那个胡椒薄荷。那其实要注意一下，就是胡椒薄荷呢，它不适合2岁以下，尤其是如果说你有蚕豆症的话，更要禁止啊。这个就是儿童医学会建议的部分，这样。所以我想其实这些啊，包括儿童，因为儿童也有就是他们的身体也是比较这个应该是比较弱一点点，所以其实我们在用精油，虽然它对我们的人体是比较友善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剂量很重要。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就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蟑螂、蚊子，刚才这2个都讲到，然后李医生也提供一些很好的配方怎么样去使用。还有一个我也是挺困扰的，因为一直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比较乡下嘛，那就是就比较有一些草地呀，然后有一些树啊、花呀这些地方，不是在城里，城里就是蟑螂真的特别多，但是在乡下蚂蚁就会来了。那蚂蚁呢，就是也是我们都知道蚂蚁是仰赖它的嗅觉嘛，找一些食物啊，还有它回去啊，就大家都知道。所以李医生，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像蚂蚁大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防蚂蚁的一些精油配方可以来给我们指点一下？其实防蚂蚁跟那个防蟑螂的那个精油蛮类似的，譬如说你也是一样，真正薰衣草、柠檬香茅、柠檬尤加利、肉桂、玫瑰草跟玫瑰天竺葵。
但我觉得那个，因为你至少知道蟑螂要怎么出来，也知道它的路径。那蚂蚁就是它会找那种有食物的地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也常常喜欢玩那个蚂蚁，就是它如果爬很长很长啊，然后你就把它中间阻断掉，用水把它阻断掉，其实它们就会慌乱，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因为它们还是会在上面残留一些气味，真的是靠嗅觉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重要还是食物啦，那食物要收干净，然后就是厨余啊，或者说比较甜食啊这些比较吸引蚂蚁的部分，就是要清洁干净。然后、那其实也可以类似像做成防脏的喷雾这样子，然后喷在那个蚂蚁行经的路上，这样子也是有办法，帮助防止蚂蚁。对，但是要完全阻绝，我觉得比较难一点，因为你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它从哪里来，除非说，它很长很长一段路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它的巢穴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找出它的根源，从那个巢穴就给它喷这样子。是，我想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它真的是，因为蚂蚁好像自己生出啊，我常常就觉得这些蚊子啊，比如说你有水果放在某些地方，然后它就自然会出现了，然后也没有出口啊，你会发现家里也是密封的啊，然后怎么会它就会出现？所以他们说啊，其实这个水果它就会自己长这些虫，当然就是老一辈人跟我们讲的，但是我就觉得，它真的是蛮奇怪，但是它确实会出来，所以把家里清洁干净就非常重要。我想接下来就要赶快来期待安琪老师，是我们刚才问，我听到您的声音的非常清楚，可以请教一下您，我们回到最初的就是蟑螂的问题。对，蟑螂真的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哪些地方最容易养蟑螂呢？其实就是有食物的地方，例如像厨房就是算重灾区，对，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食物的屑，甚至说我们厨房的油污，那个油，厨房上面的一层油都是小强最爱的这个食物，对。那除此之外，像排水口啦，或者是说我们很容易堆放杂物的地方，或是一些家具的细缝。这些平常比较打扫不到的细缝的地方，都是蟑螂最喜欢的地方。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每个家户都有可能有这些死角嘛。等一下我会请教您，我们怎么样去处理。那我再回到一个，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网购。因为网购箱子，像我们家Amazon 经常因为比较方便嘛，那常常拿到东西之后，网购的这些纸箱就会堆在家里，但是纸箱不只是会有细菌，还会虫卵，包括蟑螂的卵，而且它这个一次是出生就是几十只。那平常我们怎么样处理家里这种网购的纸箱，才不会变成蟑螂孵化的现场呢？对，那其实这些纸箱呢，照理说是不要放在家里是最好。对，因为你堆放之后，就是因为很多细缝嘛。那我们知道那个纸箱其实是很容易潮湿的东西，那很潮湿又温暖，然后又有很多细缝，蟑螂当然就是要住在那里啊。所以能不要放纸箱是最好。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一定会例如说可能是有些是工作需要，他在做网拍啊，他会需要放这些纸箱的话，建议就是可以用塑胶袋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容器，把它装好，或是放在箱子里面。对，你不要让那个蟑螂跑到里面去，那个住在里面。就是这些，应该是说纸箱它有很多的细缝，如果你有一些虫子、蟑螂跑进去，它就可能在里面产卵。如果你真的要去收集这些纸箱，你可能要放一个大箱子，比如说塑胶箱，把它放进去，让这些虫有盖子的箱子啊，大家记住了，而且。坦白说，就是我们老家，就你会看到有时候就会收集一些箱子，或者我们搬回家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去哪里，然后住完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家里嘛，那个箱子真的就会烂掉之后，它就整个里面全部都会，包括其实我以前过去拍的照片，全部都被虫吃掉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收藏好，把你的东西收藏好，不要用纸箱，纸箱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收藏方法。是。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是要请教一下安琪老师因为我们看到蟑螂，很多人就说不要拿拖鞋打，因为爆掉嘛，病菌会四散。那
我刚才问过李医生，我还是要请教安琪老师，你看到蟑螂出现，你会怎么做呢？我自己的方法是用酒精去迷昏它。哦，对，先酒精让它先昏倒了，然后我再用容器把它抓到外面去。我是比较属于放生派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和平共处其实是不会有事情，但是他不小心跑来家里了，那我就是先用酒精把它迷昏了，然后再把它放到户外去。对，我自己方法是这样子，对。是，我觉得安琪老师真的是就是很有善念哦。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些在修炼的朋友，他们也是，虽然他们是就是这些虫啊、蚊子啊，可能对我们的人体可是他们也尽量希望就是说不要造成他们的死亡。我想大家还是有一些方法啊。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哦，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他到家里来，我们就不会你知道残害他们的生命。那么为了除掉他们，比如说有的人会放蟑螂屋啊，或在角落啊放一些什么诱饵啊、喷啊、杀虫剂。杀虫剂现代人比较不喜欢用，因为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人体的损害。所以安琪老师这里就想请教您了。您刚才因为李医生也告诉我们他建议的一些精油方法，那安琪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妙招，让我们家里干脆就不要有可以养殖蟑螂的场地？对，怎么做呢？那首先的话，如果真的家里的蟑螂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们赶也赶不走，那我们当然就是会利用耳剂。现在市面上很多种耳剂嘛，那当然耳剂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半年你就要换另外一种，因为现在蟑螂它有抗药性，所以你同一种耳剂你用很久，你会发现到后来其实没有效。没错，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可能半年你就要换另外一种，各种耳剂你都可以去尝试这样子。是，对，那当然就是你一定数量的时候，就是用耳剂的方式才会有效。因为你蟑螂屋其实你是看到一只补一只，但是你看到一只的时候，代表你后面有100只是你看不到的。哎呀，所以耳剂是最快速的方法。但是我们家里面都已经整理好，但是他要进来怎么办？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不要让他进来家里。所以我们要去检查一下。我们家的门的缝是不是太大了？它可能会从门缝爬进来，对，或者是说它可能会从排水口爬进来。所以我们排水口其实你可以去更换那种有开关闸门的，像你不常用的，例如说因为厕所会干湿分离嘛，那干区的地板的地上排水口其实平常不会用，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对，那或者是你可以找那个夹链袋去装水，变成一个水袋，你晚上睡觉前就把它放在那个排水口上面，像厨房的啦、厕所的啦、洗手台的，你就是晚上睡觉前，你就是用那个有闸门的那种盖子把它盖起来，或者是你就是拿夹链袋装水，直接把那个口把它封住，就避免，因为它晚上它都会因为我就曾经看过。蟑螂从那个排水管爬出来，我觉得半夜真的是吓到我。我想说，怎么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就一看那个蟑螂的触须从排水口那边冒出来。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晚上睡觉，其实那些排水口最好就是把它盖住，防止它爬进来。对我想这个是很好的物理方法，而且其实安琪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你用这个诱饵经常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因为我们家有蚂蚁嘛，在夏天它就会跑出来，然后你要用一些糖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应该是说洗洁剂吧，就是家里的用这种抛的洗衣剂这种，它就可以把它赶走。但是呢，我发现用了1年之后，我发现他们竟然知道没有效，他们知道这个糖水是假的，就是它会杀害我们的，它就是其实是要驱赶他们的。后来就发现没效了，还要找别的方法，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要学起来。大家有没有如果跟我一样，就好像过一阵子他们也不再去吃那些诱饵，你就知道说他其实已经是他知道那个是诱饵了。好，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安琪老师包括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要把那些排水管啊，真的是要堵起来。就平常你可以时常的去开关它。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就防蚊方法，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蟑螂的部分嘛，那回到蚊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设纱窗、纱门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家里有一些溶剂啊，或者是这些容器，或者是电蚊香、捕蚊灯，这么多的方法。都是来就是灭蚊的。那安琪老师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来防蚊呢？对，那其实我会建议针对蚊子的部分，有人说我已经装纱窗，可是蚊子还会进来，那你就一样去检查一下边缘是不是有缝，可能你纱窗破掉了，或者是你纱窗的那个网子的洞其实是太大，因为纱窗其实它的网目是还有分尺寸的。对，所以你的蚊子如果说，你觉得有纱窗还是有蚊子，那你可能检查一下，说你的纱窗是不是有破损，还是你纱窗的那个洞，那个网目其实太大的洞了，你要全部把它更换成比较细的网子。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像我自己的习惯是会让家里面保持一些有风的流动，因为你有风的流动，其实蚊子就比较不会在你的身边。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让家里明亮一点。家里不要暗暗的，因为暗暗的蚊子也喜欢啊。但是如果你很明亮的话，明亮的状况是蚊子不喜欢的，所以你尽量家里可以，例如说你的光线可以亮一点，或者是说你家里的家饰品啊、家具啊，可以用一些浅色系的，对，可以让蚊子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光亮的环境。所以打造一个就是蚊虫啊，不喜欢蟑螂、蚂蚁什么都不喜欢的场所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刚才这些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因为这些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们清洁啊各方面，我们都觉得好像已经清得很干净了，但这些虫还是会跑出来，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细节的地方。那我们再来回到一个蚂蚁的问题，蚂蚁真的是没有像蟑螂、蚊子那么让人讨厌，但是如果说真的来一堆的话，也是心里也是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嘛。那除了是比如说耳剂啊，那安琪老师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居家的蚂蚁变得量比较少一点，或尽量不要再来了？对，那蚂蚁其实食物对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因，所以家里如果说吃东西会掉屑屑，这个部分你就要很小心，因为你一个饼干屑屑都可能会招来蚂蚁。对，所以你可能平常的吃东西的习惯要好，打扫的习惯要好。那另外的话，像我自己有试过，就是用白醋去擦地板，有一点酸味，蚂蚁比较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味道。是，对，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在拖地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白醋去拖地，就会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那蚂蚁就比较不会那么喜欢。但是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你可以去查蚂蚁的那个它的巢穴在哪里。它有时候可能是你的窗户边边，有时候你一些是木头的窗户边边，它可能有一些已经有洞了，它可能就在里面筑巢，所以那个洞你就要把它填满。对，或者是你的门的边边可能有什么水泥的，已经有洞，已经变成它的巢穴的地方，像这些孔洞的地方也要把它补起来。那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你居家户外的部分是不是你环境太糟了？对，可能有很多果实有掉落，因为有人可能会在外面种一些植物或种一些果子之类的。那你有时候落果你没有清，或是落叶没有清，就可能会有很多蚂蚁。对，那加上你的窗户边边又有一个管道让它进来，家里面比较温暖嘛，它就会把食物搬进来啊。对，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去特别注意一下。是，我想这些细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清洁家居家，就是细节非常重要。那刚才安琪老师让我们就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洞啊，他们可能会筑巢的地方，或家里外面的这个环境，居家周边的环境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我们家周边也是有一些花草啊、树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要继续请教安琪老师了，因为比如说刚才提到是蚂蚁，但是有一种白蚁是真的还蛮可怕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家具啊，有可能被白蚁蛀烂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家中发现白蚁，第一步要怎么做？是不是要找人立刻清洁呢？但如果如果你是发现少量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它可能也是不小心跑到我们家里的。你说可能两三只，或是你可能要下大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白蚁会，因为我们家里灯是亮的嘛。
它有趋光性，它会飞进来。所以那种误入家门的那一种，其实你就是把它扫起来，其实就没问题。但是你也不要不理它，因为如果你家里很多木头的装饰品、木头的家具哦，你的这个建筑都是木头的，再加上你又没有把它清理掉，然后你重点是你家里又很潮湿的状态下，其实就很适合白蚁去做一个居住跟生存。对，所以我觉得尽量就是木头的东西要去做减少嘛，尽量减少。那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就是一定要维持一个所谓的干燥度，例如说你要定期的除湿，或是我们打扫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潮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要去做一些巡视，例如说打扫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说这边木头是不是有烂掉啊，哪边的木头是不是有被蛀掉啊。那如果说你发现家里是大量的白蚁的时候，当然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居家自己做处理，这个时候就是要靠这个所谓的专业的除虫的公司来做帮忙。是，我想今天其实安琪老师也告诉我们很多，就是居家的清洁呀，怎么样来防蚊虫，我想这些都很重要。那可不可以我们分别请2位专家来帮我们做1分钟的总结？先请安琪老师好了，帮我们做比如说我们要尽量避免蟑螂啊、蚊子啊、蚂蚁啊，你有什么样的提醒？1分钟。好，那针对这个所谓的虫危机、虫问题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啦，就是平常的卫生习惯，你不要提供它吃的地方，所以我们的食物都要装好，甚至我已经吃完的食物，我已经不吃了，你就要做厨余的处理，或是要进冰箱，一定要做密封的这个动作。然后呢，你要注意就是不要让它进来家里。好，那另外呢，我们要做一个勤劳的打扫，因为你不要让它住得太舒服。你勤劳打扫，他会觉得说，我住得不舒服，我一直被打扰，他自然而然他不会想要住在你家。这个很有道理，谢谢安琪老师。那我们再请李医生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谢谢。好啊，那个除了就是打扫以外，就是譬如说一些碗盘，就是当天就要把它洗好，然后就不要放在那个洗手台那个水槽的地方。另外就是多种一些香草的植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天然的方式。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可以用精油的方式来做乳液保养，这些也可以防止天然的就是防蚊啊，这个达到防蚊的效果。那另外其实我有问题想要问安琪老师，就是说刚刚提到说那个蚂蚁啊，就是可以喷白醋嘛，那会不会造成说就是地面黏黏的这样的情况，或是还是说我们喷完之后马上要把它擦掉？因为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看到网络上很多方法，对啊，我想要问一下，对，因为白醋的部分就是用纯的白醋，我们不要买不要加水啊，纯的白醋要加水，要稀释，不要加水要稀释，是说我们买的白醋是纯的白醋，你不要买什么柠檬醋啊、苹果醋那种有糖的、有添加物的不要买。你就是买纯的白醋，对，那你可以稀释10倍，就是1:10的比例，你就装喷瓶，像我自己是装喷瓶，那我拖把洗干净之后，我是喷在拖把上，再去拖地，所以我的用量其实很省。对，那因为它没有添加物，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会不会黏黏的，或是因为我们有稀释嘛，所以也不用担心酸味过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好，李医生您继续。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家其实自从养猫之后啊，那种蚊子啊，什么蚂蚁或是蟑螂其实很少，但是我发现就是还有精油的情况下，其实这些昆虫都变比较少，但是我们家还会有那个拉牙，你知道吗？大的蜘蛛拉牙，我知道蜘蛛。大的蜘蛛，对，我想问一下，那个怎么防止他们进来？因为有一次，其实我自从养猫之后，我发现它就是会跳来跳去啊，然后我就直接把猫丢过去，然后结果我家的猫竟然就把它吃了。它不吃蟑螂，不吃那些，它会吃拉牙，所以我觉得我家的猫效果蛮好的，我觉得养猫还不错。但是其实我就想问说，平常要怎么防止它会进来？对，我有一次发现它也是从排水口进来。对，其实拉牙是益虫，它会吃蚊子。可是就觉得看到身上会觉得很恐怖。对，所以通常会建议就是通常怎么拉牙会跑进来，就是会，例如说我们住在郊区，比较会有这种问题。对，那你就要检查一下说你的
窗户门边是不是有缝让它跑进来。对，通常原生在家里的拉牙应该是比较少见，通常都是跑进来的。对，所以要检查一下。也是排水口吗？还是窗户？对，窗户边边排水口的几率应该比较少，排水口应该就是蟑螂比较会从排水口进来，除非说旧的透天，像台湾有些旧透天，它的厨房排水口它是连底下的水沟。它没有经过下水，它直接接水沟，就是什么虫都会从那边上来。对，所以你说这个就要特别注意。对，所以拉牙的问题应该通常都是从窗户边边或从门缝爬进来。对，那所以说真的又比较有效，就是你可能窗户啊、门边啊，就是要做一个结界。对，像精油，我自己是用香茅精油啦，就是这些虫，就是虫比较不喜欢的这种精油的味道。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防止的作用。是，那李医生，你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没有了，我就是其他的，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就是没办法接受，虽然是益虫的拉牙。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蜘蛛也是很麻烦啊，因为蜘蛛它其实为什么家里会有蜘蛛的出现？因为它是不是就是它会藏在那些比较阴暗的地方啊？对，或者是阴暗潮湿。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讲潮湿的问题啦。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湿气重，真的就是除了人不舒服之外，可能还是什么霉菌啊、发霉啊，然后可能又引发过敏。除此之外，就是虫也喜欢嘛，因为温暖潮湿，就是对虫来讲，它就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所以我是觉得室内的部分，就是你的湿度真的要控制好。潮湿是一个大问题。好，那我想未来呢还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李嘉玲老师还有安琪老师来对付。我们今天只对付了3种，还有包括一个拉牙。我觉得蜘蛛也是真的是也是觉得让我觉得有点心烦。不知道大家对于家里有什么居家有什么蚊虫，你觉得特别不舒服的，需要找专家解决，留言告诉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嘉玲医生还有安琪老师帮助我们对付小强、蟑螂，还有就是蚂蚁跟蚊子。谢谢2位，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哇，我们觉得居家的蚊虫真的是蟑螂、蚂蚁、蚊子，可能不止这3样啦，包括刚才李医生提到的拉牙。我觉得真的不是说讨厌这么简单，因为其实也很多，就说国际上都出现什么蟑螂抗药性啊，有一些报道。那用杀虫剂，反正好像越打越多。然后蚊子还有跟登革热啊，还有包括我们讲的什么兹卡病毒啊，还有什么居宫病，这都有关系。尤其在夏天还要潮湿的时候，真的是疫情的高峰，这些都要提醒我们防虫。不能只是药物而已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得做好，把居家打扫干净，或者用一些精油的方法呢，帮助我们驱除这些不管是益虫或害虫。我想就是让我们的居家干净一些平常也可以用一些精油的方式来做一些保养。今天你学到哪些妙招？你最想回家立刻试试？留言告诉我们。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远离虫虫危机。好，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订阅99健康咖的新频道，让我们一起成长起来。打开小铃铛，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新的健康妙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99，下期节目再见。